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今天陈船长回港，给我一尾5公斤的鬼头刀，南方澳这边叫做虎夷后。这个尾巴折断是船长有先帮我做放血，头部这边也有做挠角。那这种头很大、比较方正的鬼头刀应该是公的。鬼头刀是游速很快的鱼，很凶猛，抓到之后会很激动。挣扎造成乳酸堆积之后，鱼肉就容易偏酸，加上鱼肉脂肪少，蛋白质含量高，煮熟吃相对比较干柴。以前鱼货量大的时候，消费者有很多选择，鬼头刀就比较不受主流市场青睐。这个鱼鳍超大片，以前有很多鬼头刀都加工做成鱼丸，或者出口到国外做鱼排。鬼头刀扁长的体型很适合做成鱼排，很合乎西方人的饮食习惯。整块肉看不出原形，也不用管鲜味，干煎或油炸过，淋上酱汁就很好吃。最近几年政府一直在推广吃鬼头刀，因为它生长速度快，对环境友善，没有重金属污染，所以慢慢的鬼头刀也开始站上主流市场了。可能还是渔业资源越来越匮乏的原因。很多以前看不上的鱼，现在都很贵。这个内脏也是充满脂肪，内脏都包覆在脂肪肝里，肥嘟嘟的。船长说，鬼头刀每年都会回游来台湾附近2次，他感觉这2批不是同一个族群，因为肉质口感上有差异。我忘记他说哪一批比较好了，因为我很久以前吃过，评价不是很高，就没有特别去记。船长说以前自己也不喜欢吃鬼头刀，但后来开始做放血挠角之后，航程中在船上水冻2-3天，几乎放掉所有血液之后再吃，鱼肉完全没有酸味，肉质软嫩。现在抓到大一点的都会留下来自用。这一尾是船长出发之前我拜托他帮我留的，我也想刷新一下以前的印象。这条鱼太长了，放不进冰箱，保存挺麻烦。我先把鱼头切掉。你看这个脑天肉，油油的哦。接着从鱼中间切断，分2段熟成，顺便回答网友的提问。鱼先切开再熟成可以吗？这个影片就是答案。靠尾巴的这一半做干式熟成，吊在冰箱里，确认好温度够低就可以。另一半包起来做湿式熟成。这2种名称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分。反正只要不是初式熟成就好。我想用同一种鱼比较一下2种做法口感上的差异。今天是第4天，我来分切鬼头刀。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没有刮鱼鳞，因为鬼头刀的鳞片很细，又很难去除，所以我打算直接削掉就好，皮就不吃了。那这个鱼没有灌水，但肉里面也没什么血。船长的前置作业很到位，拿到鱼的第一时间处理很重要，简单的弄一下，后面料理起来轻松又好吃。另外一半收起来，我明天吃。今天切开的是要给频道会员做抽奖的。这一块一样吸回去，再放1天。这块是冰箱吊4天做干熟的，整个鱼皮硬到像树皮一样硬。我这种阳春的搞法，缺点就是湿度无法控制，也是没有什么血流出来，裸露在空气的部位都氧化了，等等都要切掉。我就直接连着鱼鳞削掉，这真的太硬，所以用圆弧形的刀好施力。也因为鱼皮够硬，
同时保护到里面的鱼肉。鱼肉还是相当软，也没有什么氧化，只是水分减少。鱼皮削掉之后，能直接看到鱼骨跟肉的分界线，取肉下刀超准确，可以一路紧贴着鱼骨。后面这一段鱼身，在中间脊椎的位置没有横向的鱼刺，所以特别好取肉。我觉得这也是鬼头刀的优点，相较于其他长条形的鱼，很多鱼腹都很长。内脏超大超长，腹骨又特别多，切一切没有什么肉。鬼头刀取肉率相对高很多。这肉看起来非常正常，没有一丝腥味，也没有血。鱼一离水如果有立即挠脚放血，会大幅度提高价值。我早期也不太确定，因为如果没有同一种鱼吃过很多次，无法体会出其中细微的差别，而且鱼头上有洞，尾部断裂，破相的鱼拿到市场上会被消费者嫌弃，所以这种做法在台湾很难推广。我之前发布在10成现场挠脚放血的短影片，留言也是一阵挞伐，说我会有报应，很残忍，画面很血腥等等。我只想说，食鱼教育不能等。鱼离水如果不立即让它挠死，它就一直处于窒息的痛苦中，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。但很多人显然不在意，他们只要不见到血，放着让鱼一直跳动挣扎，他们就觉得比较不残忍。我觉得很蠢。你看这条鱼内脏里面虽然很多油，但血河完全没累积油脂，所以即使是吃熟的，熟成后对口感也有加分，比较不会干柴。这2块是要寄给频道会员的，这一次2种做法各寄1块，就都吃看看吧。再过1天了，来处理我自己吃的，把这份前段做个分切。那为何我要又隔1天再吃呢？因为昨天中午寄出给会员的鱼肉今天到，我想确保抽奖的人拿到的鱼肉跟我所吃的天数状态相同，让会员知道他吃的跟我吃的是一模一样。我目前做过很多次抽奖，但很少人回馈意见，或者反映他觉得好不好吃。我个人是挺有把握的啦，而且根据我的观察，我看吃过的人都还会持续再参加抽奖，这代表他们应该觉得还行吧。我还没发现谁中奖吃了之后就立马退会员了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人拉肚子。这个腹肉我打算做熟的，所以斜切薄片。这个腹肉还是有一些油脂的，切起来的感觉很像虱目鱼的背肉。鱼片好了，调味一下，放点米酒、盐、白胡椒，放着入味。先来煮汤，葱姜爆香，加入全部的鱼骨。鱼头一开始就冰冻起来了，大的鱼我都是先收集起来，一个数量在一起炖。今天只用鱼骨。捞掉浮沫，再稍微煮一下。来切生鱼片，这一块是干熟的部分。这种干熟鱼在 YT 上有很多老外做的影片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搜寻 Dry Aged Fish， 有蛮多的，
其实就是熟成牛肉一样的做法。这一块是湿熟，这一种就是日本人的做法。我觉得两种口感都很好，但是截然不同。汤煮好了，来换砂锅。汤先过滤一下，加入酸菜、辣椒，把蔬菜煮熟，味道都煮出来。最后再放入鱼片，一放鱼片就可以吃了，千万不要煮太久。